哈佛 H6第3代 H6S Sport 版本哦。我们先来看看 H6S 的前脸造型有什么不一样哈。我们发现，因为旁边就是一台 H6，它的前大灯的模具其实跟普通版本呢是没有太多区别的哈。更大的区别是在这整一个前脸格上，就整一个前保险杠的模具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。有没有发现这条黑色的东西？你以为是通的，其实密封的哈，只是更多是一个装饰的作用。只不过呢，这些就相对普通版本呢来了更加运动。好不好看呢？见仁见智啊。不过哈，这一条碳纤维纹路的装饰条呢，还挺点睛的哈。大家如果觉得好看的，敲波1；这个好看的，敲波2。我们再来看看车尾的一些变化吧。车尾这里 H6S 的大灯模组就跟普通版本的 H6 完完全全不一样了哈。这里的用工呢，其实比前脸用的更加多哈。我们看到这里熏黑的尾翼，普通版本的尾翼呢是在这个位置上的哈，然后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倾角更大的一个溜背造型。到了这块位置上，又会有一个突出，还挺多，有几公分长的一个尾翼。整体上看上去，整台车还是比较战斗风的。除了上面以外，我们再蹲下来，普通版本的 H6呢，就这个样子了，没什么太多的出色。但 H6S 哦，咦，这也是一个装饰板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是真排气，这只是一个装饰板，只是这里的一个相对来说扩散器的造型呢做得比较夸张而已的哈。说太多外观了，我们进去内饰看吧。既然说是 H6S Sport 版本，我们看看多少 Sport 元素啊？你看，缝线的方向盘，当然了，这个绿色呢，这里缝线也是一样的。然后挡把旋钮啊，不是挡把啊，这公东西一圈也是绿色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啊？这一层 Alcantara 的材质哦，而且这张座椅呢，跟普通的 H6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普通的 H6呢是一个分体式的头枕，然后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整体式的，关键是，哎呦，这里也是 Alcantara 材，整台车坐上去觉得，完完全全跟 H6是不一样的。另外还有一点，生活有点绿，这绿还是黄的。不过你看，这深得一些这样引爆了一些领克03加那些真传啊。现在安全带不配个颜色，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一个运动版本的车型啊。然后其他的配置呢，其实跟一台普通的 H6是没有太多差别，包括整体上的一个设计哈。这里一个无线充电的，下面还是一个储物格，其实没有太多的区别。当然，这也有一个防疲劳的一个摄像头啊。至于后排，我们继续看看。乘坐空间呢，其实跟普通的 H6呢也没有太多的差别。这里是一个接近全屏吧，突出了这么一点点，其实还好，不会说影响太多。你看哈，我坐在这里。中间的位置也不会说太过憋屈，还是可以这样的啊，挺舒服哈。然后后排的安全带也是，后排安全带也是这个颜色，真够骚的。我看看能不能调整角度哈。不然角度是不能调的，只不过呢，这座椅呢，其实跟前排的风格呢是完完全全一样的，也是一个整体式的。有个小遗憾啊，就是这里中间那个头枕呢。接近于没有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一个缺失。手枕的高度是 OK 的啊。我们再去外面做个总结吧。不经不觉，哈佛 H6已经发展到第3代车型了，而且从第1代开始已经卖了350万了。你想过吗？哈，这个数字相当恐怖。对啊，我们这一次没有对这台车进行一个动态试驾，但从新闻资料开始，我们知道这两台车的动力总成其实是没有太多变化的。具体的动态试驾，我们可能在往后的视频才能够给大家去呈现了。